我从我妈妈离婚的时候就承诺她将来我会带着你，像我50岁她从来也不催婚的。我们家好像就是一个战团，那几年家里出了一些事情，所以我妈就很憔悴，我自己身体也出了问题，所以我们就非常快的决定一起住。我也是自己一个人生活，乌昂也是一个人生活，我们2个人如果能够在一起，可以互相帮助。我觉得我们都经过了一段非常风雨飘摇。我父亲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，那我妈妈是学医的，在一个小县城里面，就是人人称羡的知识分子家庭。我父亲的家暴是没有间断过的，我妈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，就她的身体受到很多很多伤害。早年都是为了家庭的名声，我这个有20多年压制在我内心的一种感受，我都一直是忍耐着的。但是到那个时候，孩子已经发生了，我觉得应该摆脱这个人。我们当时真的是从那个家，趁着我爸去上班的时间，搬出来他所需要的东西，然后搬到我妈医院的医生值班室。我觉得女儿天然的应该为母亲的观念和意识，特别是女性主义的观念意识换血。我妈现在已经成为她前后2-3代人影响力的新的中心，她就是整个人都更新了一版。她会打电话跟她的那些不思进取的老年亲戚说，你们应该去听播客，告诉很多人说你要学会网购，全部这些 APP 你要去学习。第1年看了50-60本的书，都是他给我推荐的。杨绛、汪曾祺、余华、苏童。这个是杨绛自己写的。很多文章里都提到这个。对，因为他翻译这个吃了很多苦。杨绛他碰到那个女儿去世嘛，我说他怎么撑得住啊？王他就会跟我说，杨绛是一个怎样的人。那你要真看哦，很长哦。他经历那么多事情，到100岁以后还在工作，还在写。我如果能活到100岁，我也要学到100岁。去年学手机摄影，学了一点了，初的入了一点门。其实在我的小的家庭里面，我是一个斗士，不服从于任何规则，从事我所认为对的那些事情。现在乌昂他这么努力的在做他每一件事，他如果结婚，也许就会像我这个处境，有过身上的不自由，有过家务的负担，情绪精神上的压力，所以他想怎么样我都同意，我真的都同意，他快乐就好。他可能甚至比90后还要前卫，他从来也不催婚的，他不以金钱来衡量我的成功或者失败，他是用我是否发挥到最应该发挥的那个部分的能力作为恒定的标准。比如我当年从媒体拿了高薪出来，一下面对着签字30到50块钱的小说这个行业的时候，我妈也觉得无可厚非，这是对的。这种 support 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们的生活其实还是各有各的一个独立的空间的。头2年我们还是在一块吃饭的，后来我就说，首先我们不要非要坚持说一起吃饭，所有的时间我们就在分头做自己的事情。我是最近一直在做电影剧本，他吃早饭的时候他会听声乐课，听完了以后如果不买菜他就开始做他的衣服。他说退休了终于可以开始做衣服了。我跟我弟一个劲儿就鼓励他嘛，我们群里就疯狂的鼓掌那种。
因为我要带着妈妈嘛，还有我自己是自由职业嘛，所以我是从40岁开始准备养老这件事的。首先我们都决议是不会送他去养老院的，像上野老师说的，在家中离世我觉得是很好，而且我们也会讨论要不要有一个坟地的问题，我跟我母亲都是不想要的，我们也都会去直面说遗嘱公证啊这些问题。我觉得人老在生理上是一种自然规律，人要正视年龄的增加和身体的退化，我必须要像年轻人一样，要充满活力。所以我常常会想不起今年几岁。现在不是说以后还会有宇宙的旅行吗？我就想有那么一天，我也想登上这个宇宙飞船去遨游整个大宇宙，也去亲眼目睹一下宇宙间的星球。